只要我们在机体结构重量上做些工作，把它重量降下来，同时在外形阻力上做到比 F-35更小那么这款国产的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它的综合作战性能可以超过美国的 F-35C， 那么足以在大洋上和这款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隐身舰载战斗机相抗衡。中国2款新型的舰载机同时亮相，震惊了国际军事评论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相关媒体29日报道，一些军事观察员当天发现了显示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的2种关键飞机的照片，一款是新型的双发隐身战斗机，那么另外一款呢，它的编号大概是 KJ600， 也就是空警600舰载预警机。29号当天，隐身的舰载战斗机首飞成功，同时呢，空警600也进行了试飞。那么首飞成功的下一代隐身舰载战斗机，它有些什么特点？其编号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媒体认为，目前首飞成功的这款舰载隐身战斗机，它的编号是歼35。那么是否是叫歼35，我们现在不得而知。那么为什么一些网友网民把它称为歼35呢？从外观上看，实际上它就是在原有的 FC31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那么 FC31的第一架原型机，它的编号是31001，而这架首飞成功的隐身舰载战斗机，它的机体编号是35001，因此一些网民就把它称为歼35，但是实际上可能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儿。那最终它叫什么名字，恐怕过一段时间呢，大家才能够知道。那么这款先进的隐身舰载战斗机，从外观上看，它和 FC31确实是有相关渊源的。总体布局形式二者变化不大，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呢，做了相应的调整。比如说它的机身略有加长，而且机背有鼓包，像一个小驼峰似的这么鼓包。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一些专家分析呢，可能是为了增大这款战斗机的载油系数，也可能呢，在这个鼓包里面呢，要装设一些机载的航电。那么它机翼实际上是这次改动的最大的部分。从对比的照片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新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它的机翼要比 FC31扩大了。机翼面积扩大了，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么几个要求：一个，降低它的翼载荷，以改善它的起降性能，尤其是着舰性能。因为如果你翼载荷太大，机翼面积太小，着舰速度就势必会比较高。那么太高的着舰速度对安全复飞应该说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何况把 FC31改成舰载机，它的结构重量势必会要提升，那么提升了以后翼载荷也势必会加大。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机翼面积增加是一条可行的路子。当然翼面积增大了，翼展增大了，那么它的占地面积也会提升，机翼必须要进行折叠。从照片上看，折叠的缝应该说能够看出来。那么除了机翼面积增大，减小翼载荷之外呢，要想安全的在航母上起飞降落，还需要改进它的增声装置。那么从照片上看，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它改了什么样的增声装置。那么一般来讲，无论是民用飞机还是军用飞机，在起飞降落状态下都需要放襟翼那么襟翼呢，种类很多，有开裂式的、偏转式的，还有后推式的，
以及开缝式的底翼。你像歼15舰载战斗机，它就把苏27、苏30所采用的那种简单襟翼改成了双开缝的后退式襟翼，以便呢在起飞降落，特别是在着舰状态下，增大它的翼面积，同时呢提升它的升力系数，从而改善它的起降性能。就这点而言，这款新型的隐身舰载战斗机势必也会在增声装置方面呢，下一点功夫。那么除此之外，它的起落架以及相关的一些系统也要做某些改动，比如说要前起落架要采用双轮。那么实际上 FC31已经用的是双轮了，因此这个改动从外观上看好像不大，但是据推测，国产的新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它一般来讲是要采用弹射起飞的方式的，那么前起落架必须加强，跟滑跃起飞所加强的位置方案是有区别的。当然主起落架也需要加强，因为舰载机在着舰状态下和空军的飞机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它就要以较大的速度平拍在甲板上，一旦拦阻着舰不成功，它就要迅速的复飞，因此它的主起落架会承受相当大的载荷。在这个地方呢，无论是起落架还是机翼机身，都要做相应的加强改进。当然着舰尾钩也是必不可少的，着舰尾钩的位置和它的安装点的机身也需要做相应的加强和调整。那么这么一加强，总体结构重量就上去了。那么怎么办？是吧？前面说到，一个是增大它的翼面积，想办法降低它的翼载荷；再有一个，要千方百计的减小它的机体结构重量。那么减小机体结构重量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一个，大量采用先进的重量轻、结构强度好的复合材料，来满足降低机体结构重量的第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采用新的工艺。FC31本身在这个制造工艺上呢，已经采取了很多创新性的技术，比如说机翼和机身组合为一体，这个呢和传统的制造工艺是不一样的，因此它能够大大的减少各种各样的连接件和相关的一些系统，从而呢让它这个结构重量呢进一步的降低。当然机翼和机身融合在一起，外观上是一体的，它们结构上也是一体的。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位置要装设备、装系统的、装导线的、装管线的，要有一些检查的窗口盖，还必须解决，就是你融为一体之后，你还得有一些口盖这个以方便后续的维修保养工作。据说的相关的飞机设计所以及工厂呢，已经在这方面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预测，国产的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它的结构重量和美国的 F-35这款同样为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的这个机体结构相比呢，它们的重量会更轻。再加上我们采用了双发，总推力和美国的 F-35差不太多，即使是略小一点，只要我们在机体结构重量上做些工作，把它重量降下来，同时在外形阻力上做到比 F-35更小那么这款国产的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它的综合作战性能可以超过美国的 F-35C， 那么足以在大洋上和这款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隐身舰载战斗机相抗衡。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把隐身战斗机配备在航母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那么中国如果把这款先进的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研发成功，那么也就让我们一举迈入了
世界先进隐身舰载战斗机的行列。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款新型舰载机寄予厚望，它将成为中国海军未来航母编队的坚矛与利剑。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